讲完了理论、医生还有医生的武器药以后呢，后面我们就讲讲病人。因为不管中西医的理论模型有多高，实践里有多少坑，最终病人的身体是不会撒谎的。西方的科学精神啊，就是表现在对自己下得了狠手的这精神上。花很多时间建立起来的病理模型，委屈了多少小动物，砸了多少钱，到最终用到人身上呢，还是忍不住对自己狠狠地 diss 一下。你怎么就知道病人是吃了这个药就好了呢？会不会有可能不需要治疗，病人也会自己好？对了，这就是我们不得不说的西医的双盲实验。很多人这些年为了争出一个中西医孰优孰劣的胜负啊，把中医的老祖宗都给抬出来了。看的正是呢，就是说只要是老祖宗的东西呢，流传了这么多年都是对的。但是呢，一提到双盲，中医就猥琐了。西医被双盲实验挂科，那是挂的心服口服。相比起来呢，中医就有点不太讲武德。其实呢，说到双盲实验，我想说，谁说中医没有了？中医那是直接在市场上做实验的，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盲，但好歹呢也是大规模的病人的实际案例数，类似于西医的4期临床，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实践和数据的基础了。现在国内呢，很多医院、很多病种呢，也有中医科在参与治疗，相信呢也有一些正规的临床记录。可惜很多数据没有公开，我们也不能在这里瞎喷。中西医和病人的关系呢，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医疗知识的普及性和中西医对预防医学的贡献。中医呢，因为使用很多比较类比的方法，比较文学的把复杂的生命现象呢变得简单易懂。对于西医的一些听完后一头雾水的专业名词呢，中医呢对普罗大众的健康的方面的知识的科普的作用呢是比较占优势的。这种优势呢，借着中国这种人均医疗资源比较匮乏的土壤，又做着信息技术传播的这种快车，让中医呢在这些年有了一种街头巷议、张口闭口都可以来的阵势，也涌现出了这么大一批无师自通的中医。我相信大家在家人和朋友圈里呢，总有那么一群人张口就中医，湿气重、脾虚、肾虚，一直是百度上的搜索头条。补脾、补肾、补气血，也成为了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但是在这里边呢，有多少是严谨和正确的，又有多少是错误的？你想过没有？那些为了制造焦虑，为了贩卖焦虑而生产出来的伪知识，相信大家呢都有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坐月子的禁忌，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内地人和沿海人，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下奶，什么东西回奶，在很多方面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很多。您要是听完了这些伪中医人的建议呢，直接就不知道该怎么坐月子了。中西医和病人的关系，最后我们要提的一点呢，就是中西医的医疗手段对病人的危害性。西医早些年比较爱干的事儿啊，就是动不动就把病人的某些部位切除，比如阑尾啊，比如扁桃体。后来呢，才发现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也造成了很多病人后面呢有终身的各种连带后遗症。对比起来呢，中医的侵入性呢就更少一些。不过呢，也不能说中医就完全没有危害性。药方面呢，我们就不说了，就说其他一些比较奇怪的疗法里面，中国这个比较大胆的民族啊，发明了很多匪夷所思的黑暗疗法，混迹于中医中。这些黑暗的疗法呢，都是大家需要避开的坑。另外，我想说，中国的西医的过度治疗，也让西医背上了危害性比较高的这个黑锅。其实西方的西医呢，在过度治疗方面这样的现象是比较少的。